我的家人也是跟我讲说什么，你奇怪，你就只有嘴凸而已，干嘛还需要矫正？别人当然会觉得说什么，你嘴凸也是个特色，毕竟他看你已经看了10几年了，觉得没有差。可是我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你很喜欢的状态，而且这个样子是你只要矫正就可以换来的自信，换来的美丽，那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做牙齿矫正，但你不一定要马上去做，你可以先去咨询医生，先去评估个你这样子矫正下来大概要花多少钱。子啊，在干嘛？今天我们要来讲矫正半年心得。今天的影片我们会分4个阶段：矫正疗程、矫正初期的状况、矫正后的变化、心得感想。如果你也对闲聊这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赞或是订阅我的频道哦。第一个阶段，矫正的疗程。我的疗程是拔了左右各2边的上下的牙齿，总共4颗。拔完之后呢，开始绑牙，开始上矫正器，然后用橡皮筋拉牙齿。我是今年的1月份，然后1月中旬去先做咨询的部分，再来就是1月底的时候开始正式矫正。先拔了我左边的2颗牙齿，之后下一次回诊再拔右边的2颗牙齿。我在拔牙的当天呢，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要把一个很正常的牙齿把它拔掉。从小到大，要么你是换牙的阶段需要拔牙，不然基本上是不会碰到需要拔牙。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去的当天呢，我就是非常紧张。医生呢也跟你讲说今天要拔牙齿哦，然后会先给你上一下麻药。假如说你是拔上排的牙齿，它就是麻药的部分会给你上里面1支，外面1支，就会打进去你的那个牙龈里面。那这样上面2支，那当然下面也就是2支，所以我总共被扎了4针。打完之后你就是开始没有感觉。它的麻药过了一阵子之后开始拔的时候呢，我有看到医生拿了一个很尖，算是一个钳子，他就会把你的那个牙齿，假如说这是你的牙齿嘛，那这是那个钳子，它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左右把你的牙齿移动。你只有麻醉到你的牙龈，所以你整个人是清醒的，明显的感受到我有一颗牙齿正在被某一个外力移动拉扯。拔完了上下2颗牙齿之后，就是咬着棉花等待它伤口开始慢慢愈合。拔完其实不会到很痛，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感觉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空洞，有一个原本属于它的地方，然后结果它现在不见了。我原本以为我不舒服的地方是因为拔完后的那2颗牙齿空的地方，结果不是。我在缴费的时候，我亲耳听到柜台小姐跟另外一个柜台小姐讲说，你有跟那个病人讲说医生有帮他装骨钉吗？然后我当下是傻住的，我想说哈，我才刚拔牙我就要装骨钉了吗？是这么快的吗？我完全没有想到，而且我也完全没有知觉到医生已经帮我把左边的骨钉上去了。在回家路上还有去那个药局拿药，那拿完药之后就是回家，然后刚好要睡觉了嘛，就大概刷个牙，然后躺在床上睡觉。那天我晚上超级不舒服，这真的很不舒服，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需要这样子拔牙，然后要这样上骨钉。我原本一直以为是我痛的那个，是我拔牙的那个地方在痛，结果不是。我真的觉得我上排的牙龈好痛哦，痛到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感觉有某个地方被钻过去，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那时候就是很不舒服，我也找不出来原因。结果我后来发现是上排的那一颗骨钉在痛，我整晚都没有睡觉。那理所当然的，我下一次回诊我要拔另外一边嘛，所以我另外一边拔完上完骨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情况。那这是我上骨钉的过程，但是通常骨钉的痛大概就是不到1天就没了。那再来拔完了4颗牙齿之后的下一次回诊，就是要开始粘矫正器。那我们粘完矫正器的时候呢，医生他不是一次把你的矫正器全部粘完，他是先给你粘个前面几个，最后面的牙齿他还没有给你装上矫正器。他是跟我讲说，这次回诊先让你装个矫正器，适应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装完矫正器之后呢，当天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吧，只是觉得有牙齿上面好像多了某个东东，然后你可能嘴巴闭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你的嘴巴、嘴唇跟你的矫正器是吻合的，是亲在一起的。当天晚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理所当然想说，就这样吧，好像也不痛不痒。就没有想到我当天晚上的凌晨，我直接后悔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大概偏傍晚的时候回诊，然后大概8、9点的时候，我察觉到我的牙齿变得非常奇怪。那种奇怪就是很像你牙齿蛀牙的感觉，你咬合的时候会有点痛痛的，可是那种痛痛的还没有到说什么完全非常痛肿起来那种都没有，你就会感觉到慢慢的痛，慢慢的痛，越到后面大概凌晨的时候呢，痛爆了，真的是超痛的。而且那种痛又不是说什么你拔掉就没事了，它已经是装在你的牙齿上面了，已经痛到是说你不知道是你哪里在痛，痛了一整个晚上。然后也是大概我痛一晚之后，第二天我也是一样照常睡觉。所以基本上那种痛，你只要那一个晚上你熬过去的话，后面都会比较慢慢不痛。刚开始上矫正器，牙齿还没有开始移动的时候，你开始在适应这个矫正器的时候，会带来非常的诸多不便。譬如说刚上完嘛，那你牙齿还在酸痛的情况下呢，你要去刷牙，嘟到你嘴巴的时候呢，那个牙杯的边缘不小心跟你的牙齿碰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超级痛。所以之后我只要牙齿非常痛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下我喝的那个饮料的杯子，尽量不要太靠近我的嘴巴。痛完之后你觉得没什么嘛？因为可能过了3到4天，3到4天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你的嘴巴里面口腔会跟你的矫正器一直磨，就会有非常多的破洞。破洞就是你无法避免，虽然医生或是牙助他们都会给你一个有点像蜡条的东西，就是一小块透明的，就是可以让你粘在你的矫正器上面。但是我说真的，蜡条这种东西呢，只能是应急，你久而久之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一点没用。为什么会没用？我有一次睡觉前吧，那时候就是嘴巴的矫正器有粘那个蜡条，睡一整晚，睡完起来之后呢，我嘴巴里面的蜡条直接不见了。我找很久，我就是找不到。后来我推断这个可能，那就是我把它吞下去了。注释有跟你讲说，其实吞下去是没有什么大碍啊，还是会正常排出，所以不用担心。这也不是跟你这样讲之后你就一直黏然后一直吞哦，不是这样子。这次只是装矫正器让你先适应，所以我之后在下一次回诊的时候呢，医生就帮我再把后面的矫正器的那个大臼齿的部分一起上矫正器。那上矫正器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今天的牙齿会正式开始移动哦，那就是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就是叫我多注意。那时候他就是帮我把所有的矫正器全部都上完了，有发觉医生拉矫正器的那个力道比前面几周都还要来得更多，牙齿要开始移动，所以他这次会特别用力。我有发现他在帮我用那个牙齿的时候呢，他拉的会特别的紧，可是那种紧度是你当下你自己感受到觉得还好，可是后来之后是真的超级痛。我在粘矫正器的那个时候是大概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把后排的矫正器一起粘上，4月份回诊那时候就是开始拉，开始移动。4月份那时候是我的最大地狱，我那时候回诊矫正的时候我还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我回去之后，凌晨开始，我的牙齿就开始痛爆了，真的是非常的痛。为什么？那个痛已经比前面几次回诊还要痛，超痛，痛到10倍左右。我那时候想说，天哪，为什么这次回诊怎么可以这么痛？难道是因为我第一次矫正，第一次拉牙齿，所以才会那么痛吗？那个痛是连续到隔天的早上，我还痛到睡不着，而且那个痛还在，而且痛到是我现在嘴巴完全不想要吃任何东西，即便我吃得下一些粥啊什么的，我还是不想吃，因为那个真的是很不舒服，非常的痛。痛了1个礼拜，我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咬任何的东西。等到这个2个礼拜，我的牙齿门牙才可以稍微的咬一些比较硬的东西。矫正到比较后期了之后呢，痛感已经没有比刚开始牙齿在移动还要痛，顶多就是回诊当天之后的2到3天，你的牙齿没有办法咬硬的，还是会微微的痛。那因为戴牙套要清洁非常的不便，所以我基本上在出门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个小型的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就是有装着我的牙间刷跟我的蜡条。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清洁。那再来是变化，从我外观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的牙齿有变得比较整齐。我刚开始会矫正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嘴巴的门牙比较凸一点，大家俗称的嘴凸。那我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去矫正的。后来我有一次拍照给我同学看的时候呢，我同学就跟我讲说，你的牙齿有变得比较整齐耶。我就在那边看半天，想说应该是我下排的牙齿，因为我那时候下排的牙齿有1、2颗比较往里面倾斜的情况，矫正之后他把那个倾斜的情况把它拉回来了。后来有一天跟我爸去买面的时候，我爸就看到我侧面，他就说，你的牙齿好像真的有比较整齐，而且嘴凸的部分好像真的有比较改善。我其实常常去检视一下我的嘴凸部分，我之前有去查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自己的侧脸不好看呢？原因是因为像人体会有一个侧面标准，那标准是从你的鼻子跟你的那个嘴巴要成一条直线，成一条直线，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标准，别人才会觉得你的侧脸比较好看。矫正的时候每天都去测量一下我的嘴巴到底侧面有没有很凸什么之类的。我有一次去文博会，然后拍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这样笑起来真的有比以前还要好看非常的多。不过因为目前还在拉牙齿，所以你要看到有非常大的改变的话，我觉得至少还要在1年左右。因为我有拔牙，所以我嘴巴的空间也会跟着改变，相对的你嘴巴空间就比较小，不习惯。然后还有刷牙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哪里有没有刷干净，不是你只看表面上面，有的时候是连你的牙齿的里面，或者是矫正器上面，矫正器的边边，有的时候也会卡一些菜渣。刷牙的步骤呢，也会比以前还要多。现在就变成说，我现在刷牙之前，我要先用牙尖刷，再用牙刷，还要再用牙线，还要再用漱口水。然后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值得。再来是最后的心得，在你要不要矫正之前，你要先想清楚，矫正这东西一定是要你自愿的，花非常多的钱啊，然后非常多的时间，你要非常的有耐心。它不是说什么你中途放弃就可以。我之前也是觉得自己的嘴凸不好看啊，但是我以前不会觉得说想要矫正，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坚决不矫正的女生。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嘴凸就是我的特色啊，不能当我的特色吗？虽然我都跟同学讲说嘴凸是我的特色，可是我心里在想的时候呢，我每次拍照我都会看到我嘴巴这一部分侧面看起来就是很像在含一个卤蛋，但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那样的自己非常的丑。后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矫正，矫正真的是我觉得最值得投入的投资，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正在变美的路上，而且变美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矫正的代价是什么呢？矫正的代价就是金钱、时间、痛感。矫正需要花大笔的资金以及你的时间，再加上你矫正的期间一定会比较痛，它要把你的牙齿拉整齐，需要一定的外力。那矫正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不一定。我身边朋友是跟我讲说，其实2年只是说一个大概，医生都会跟你讲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有些人的牙齿矫正的速度不一样，这也要看你矫正的项目是什么。那时候我在咨询的时候，医生有说矫正的时间取决于你矫正的项目。如果你矫正的项目只是想要把你的嘴巴、牙齿排整齐的话，那矫正相对的会比较快一点。那如果你是还有那种想要改善嘴凸啊，势必得拔牙矫正，需要拉牙齿那种的，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没有矫正的人不要听信从来没有矫正的人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那时候在想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感慨。我的家人也是跟我讲说什么你奇怪，你就只有嘴凸而已，干嘛还需要矫正？别人当然也会觉得说什么你嘴凸也是个特色，毕竟他看你已经看了10几年了，觉得没有差。可是我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你很喜欢的状态，而且这个样子是你只要矫正就可以换来的自信，换来的美丽，那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做牙齿矫正。但你不一定要马上去做，你可以先去咨询医生，先去评估个你这样子矫正下来大概要花多少钱。刚开始你就会觉得说什么我的嘴凸啊，什么龅牙就是我的特色啊什么的，是特色没有错，但是
这个特色可能换来的是你的自卑，会没有自信哦。别人这么好看，别人都有去牙齿矫正啊，结果你没有矫正，然后你那个龅牙、虎牙还是什么凸出来啊什么之类，因为从来没有矫正过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必要花这笔钱，他们觉得把这笔钱拿来花在其他方面会比较好，这是因人而异。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